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蒸个传统鸡蛋糕，用个改良过的新食谱，加上新做法，做法简易，而且成功率更高，成品会开裂，开花的更好，内部组织也很松软，口感绵密，鸡蛋味浓郁，特别好吃。对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。是的，底盆倒入适量温水，约50摄氏度，再将料理盆垫上，敲入3个全蛋。新手们请注意，鸡蛋浸泡在温水中打发，比较容易打至体积长发，里头充满空气，所以成功率更高。接着搅拌器用高速打至蛋液起大泡，然后160克白糖分3次加入。整个搅拌过程快速拌打约10分钟。打发后的蛋液会转乳白色，变得浓稠。煎中记得将粘在盆边的蛋液用直刮刀刮下，确保蛋液均匀打发。好了。打发后的蛋液表面起波纹，画个8字，不容易消失就可以了。240克普通中筋面粉，60克玉米淀粉一起过筛。接着分3次加入打发后的蛋糊内，用支蛋抽或刮刀稍微拌一拌。这时候再倒出180毫升100号汽水，一样分3次，与面粉间隔加入拌匀。这汽水必须要加入时才打开，这样才能保留汽水里头的泡泡气体，这是2氧化碳，让它保留在面糊内，蒸熟过程中才排出，膏体才会被撑起，变得蓬松。这搅拌手法也要稍微注意，您可以放心搅拌，关键是这蛋抽不能提起离开面糊，这样面糊才不会消泡，成品才会保持蓬松。这面糊必须足够浓稠才容易开花，可是过度浓稠的话，成品又会太扎实，比较硬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所以舅舅建议大家不要随意更改这汽水与粉的比率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样快速搅拌也没问题的，关键是蛋抽不离开面糊就行了。好了，拌匀后的面糊是这状态。取出一个直径6寸、高3寸的蛋糕模具，是不是可托底的都没关系，垫入1张烘焙纸，再将面糊倒入。这模具直径6寸，边高3寸，刚好倒满一个。如果用直径4寸的模具，就可以做成2个。用力震几下，震出里头大气泡，再将边修剪整齐。膏面再用白糖撒个10字。这样成品就会开裂的比较漂亮工整，尤其是想用来拜拜的朋友，特别要关注。蒸锅里头，水大火预先煮开，水量要够，将蛋糕生坯放入，盖好，大火蒸45分钟，水要够，火要猛，锅盖要密，煎中不能开盖。时间到，用支竹签插入测试熟度，竹签不沾面糊，说明熟透了。取出，马上脱模，加速膏体底部散热透气。如果用竹箩的朋友，可以不脱。哇塞，很香的鸡蛋味。是的，用来祭祀的朋友可以用筷子沾点红色素点缀，也可以盖上祈福印章。是的，都可以。室温下冷却后的蛋糕依旧很松软。舅舅这就将它切开，让大家看看它的内部组织。加了少许的玉米淀粉，蒸熟后的蛋糕内部组织更细致、更松软。香味很浓，感觉就很软，
好吃极了。真的很棒，内部也很蓬松，超棒的。这是放在密封的盒子里，室温下放了1个晚上。您看看吧，成品还是很软的，即使隔了1夜，不需重蒸就可以享用了。超棒的。这食谱真的很叫人满意。成品不粘牙，不掉渣，不会太甜，而且隔夜不会变硬。对，请将此视频分享给您的朋友们吧。这蒸鸡蛋糕，家家户户都常做，下回也请大家试试舅舅今天这食谱与做法。我们很快再见。大家再见。嗨，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有个网友留言告诉彼得，说他太太很喜欢蘑菇包，可是一直做不好，口味也不对，希望彼得可以传授。很多年前，彼得也迷上了这包子。来自新加坡 CK 网友，说到传授，彼得就不敢当了，拿着私藏食谱与大家分享，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哇，小食谱都出来了。是的，舅舅的压箱宝。首先取2个全鸡腿，先去皮去骨，再清洗干净，先切成条，再切成小块状。切好后的鸡肉倒入料理碗中，撒上少许的盐，盐不要多，10克蒜泥，这蒜泥约3-4瓣蒜瓣磨出，多或少一点都没有关系。将食材拌匀，静置一会。取1个洋葱，去皮后再切成小丁状。舅舅比较建议用白洋葱，因为比较甜，刚好家里的白洋葱用完了，只好将就一下了。洋葱切好后，就可以开始烹调内馅了。锅内倒入1小匙油，倒入切好的洋葱丁，中火炒香。再加入1小匙的黑胡椒，这黑胡椒用量可按着自己喜欢做调整，或多或少一点都可以。继续拌炒至溢出香气。再将鸡肉丁倒入，一起翻炒。鸡肉丁炒开，颜色变白后，取出罐头奶油鸡肉蘑菇汤。这蘑菇汤一般超市都有出售，每罐重300克，舅舅只取用200克。这鸡肉蘑菇汤分好几种类。记得选用这浓稠奶油口味的，味道会比较浓郁。因为汤汁浓稠，所以容易收干。在拌炒过程中可试个味，也可以加入1-2小匙白糖。口味较重的朋友就多勺入一点蘑菇汁就好。蘑菇汁收干之后就会变得更咸一些，此部分您就按着自己或家人口味自行调整。完成后的内馅是这状态。在等待内馅降温同时，我们一起来和包子皮。300克中筋面粉，20克白糖。酵母与泡打粉各3克，将所有粉料稍微拌一拌，再将170克温牛奶慢慢加入，边加入边拌匀。这牛奶冰箱取出后，先隔热水慢慢加温，加温至40摄氏度左右就好。这温度最有利于酵母发酵。在粉料拌成面絮后，再徒手将面絮揉成团。加入20克猪油，这猪油也可以用白油或一般食用油替代。不同的是，选用猪油制成的包子，在不受风的情况下，即使包子在室温下，隔夜也不会变硬。这就是猪油的魅力。在猪油完全揉入面团后，先将面团静置10分钟，让面团自行乳化，这样可以少消耗一点体力。
时间到，静置10分钟后的面团是这个状态。取出面团，置放案板上，案板上撒上一些干粉防粘。接着就像视频中所见，不停将面团搓揉20分钟，唯有足够搓揉以后，完成后的包子才不会塌陷。将搓揉了20分钟后的面团切开，从面团的切面，您可以看到，这面团的内部已经非常细致，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粗气孔了，说明这面团已经搓揉够了。整一整形后，再搁置一旁，让面团松弛10分钟。趁着小空档，取出2大匙可可粉，勺入适量热水拌匀。舅舅这里用了约4大匙。这可可粉必须热水拌匀才会溢出香气，也比较容易溶解。可可粉拌成这状态，或再稀一点都行。松弛后的面团必须是这般柔软且不粘手。面团重量520克，大家可随着个人喜欢匀分这面团的数量。舅舅这里匀分成10小剂，每小剂重52克。您可以将小剂面团逐一过秤，这样完成后的成品就会大小一致，比较美观，而且整体统一。将匀分后的小面团稍微整形，就像视频中这做法。整形后的小面团用湿巾盖上保湿。案板上再撒些干粉，按着事先整形顺序，逐一将小面团取出擀平，擀成边薄、中心较厚的圆片。为了不影响包子发酵，可将包子分为5个一组处理，这样包子会发酵得更稳定，效果更好。这是舅舅给厨房新手们一个小建议。擀好了5片后，再取出第1片，勺入适量内馅，这内馅可以预先匀分成10份，这样就能避免内馅过剩的问题。接着顺着边缘捉起，将内馅裹至密实，这样蒸熟后的包子才不会露馅。在包子底下垫上一张包纸，再将预先备好的可可糊均匀涂抹在包子表面，这样包子蒸熟后就能呈现出蘑菇的样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处理，真的很难想象。是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处理好的包子放在蒸格内，将包子晾在室温下发酵30分钟，不盖上盖子，使得包子可可不在室温下自然风干。30分钟后，包子表面出现裂纹，说明发酵成功。锅里倒入1.5公升清水，再将包子冷水上锅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熄火。锅盖微掀，插入根筷子，露出个小缝隙，延迟5分钟开盖，避免冷热空气太强烈对比，造成包子塌陷。锅内再加入1公升冷水，就可以继续再蒸剩余的包子。完成了！哇塞，好漂亮，真的有像蘑菇哦。这次舅舅没做蘑菇饺，因为有点不实际，不然会更逼真。成品很松软，弹性很好，不管怎么按怎么压，轻易就能反弹，这就是足够搓揉下产生的效果，真的没有什么秘诀。开一个敲敲内馅，加了猪油，包子内部很柔软细致，更有劲道。用奶油蘑菇鸡汤做内馅，在蘑菇造型衬托下，感觉很 match。吃了像切克派，
才好吃。舅舅今天将细节说得清清楚楚，真心希望厨房新手一做就成功，千万不要嫌我话多。每逢星期3与6晚上7点正，我们再见。谢谢大家。Nice.